因为有中国的实力，美国的全球霸权后，缺的那一块是俄国的资源优势，中俄相加还缺一角。巴基斯坦把沙特跟伊朗给整合了进来，就形成了一中美共论天下的基本样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来到访华的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大家可能都搞不清楚了。英国首相斯塔默在1月28到1月31号来到中国大陆进行访问，当时达成了中英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意啊，中美是没有伙伴关系，中美最新达成的叫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英关系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呢，通常啊，因为英国没有什么主权的问题，它基本上是受到美国影响巨大，就算关系看起来比较高，但其实执行起来啊是不咋地的啊。不过这里面倒是有几个很有趣的现象，例如说苏格兰威士忌对中国关税减半至10%变5%。这个苏格兰威士忌啊，有几年卖到中国卖的非常的好，结果后来呢，中英关系始终降不下来，对关税的关系呢，本土威士忌兴起，导致苏格兰威士忌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啊有所丢失啊，所以中国一直很耿耿于怀。不过你一定要知道，如果当两国的主要关系是在卖威士忌的时候，那其实这两国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那真正的关键还是英国的医药巨头啊，阿利斯康呢在华要投资到150亿美元，这个就很大笔的投资，因为以个人公司来说。不过有个点啊，第一个它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中间变数还多。第二个啊，为什么阿利斯康要来到中国呢？很简单，因为在中国成熟的制药产业链，大陆呢是全世界上最强最大量的制药国，除了一些新药的研发，目前美国还有一些既定的优势，欧美有一些的优势之外，大多数已经进入学名药生产状态，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生产，非常的多。还有就是新的生药各种专利的申请，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年年增长。所以阿利斯康来到中国啊，其实直白的讲啊，那你也得是第一个人口够多嘛，第二个消费得起嘛，其实这也是一个互利的过程。这就是中国要跟全世界讲的一个故事啦，就是我有很大的市场，我有很开放的投资环境，所以你不要每天老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但是我觉得英国里面最重要的，除了阿斯利康，另外其实最重要，我觉得是英国公民获得中国30天免签证待遇，这个倒蛮重要的。当然中国也可以单方面免签啊，但是透过英国首相来访华得到30天免签待遇，事实上还是在见证一个事情，就是让更多的欧美人士见证什么叫做现代化文明。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再来2月份的时候是德国总理默茨这次访华，其实在他们国内非常极具争议，因为他刚上任，他趁着上任的余威啊，赶快来啊！他这个人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人脑子还算是在线的，他跟梅克尔是政治上的对敌，他不喜欢梅克尔路线，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相对是反俄，对中国带有一定的距离感。以德国当今的一个政治啊，极右翼不断在加速成长的状况之下，作为一个中间偏右的联盟党，有一个基民盟一个基社盟，然后两个是连在一起的联盟党，其实他的执政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不过他当时算是发育的比较好，非常有意思。他有很多危机，他总是面临危机，但这个国家的人民是能够承受危机，面对危机，并且重新成长。当然，现在德国的左翼太疯狂了嘛，因为绿党在德国就是一群疯人党，他们疯到啊，特斯拉要去投资啊，去攻击特斯拉的工厂，好像还去放火链。所以德国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德国作为整合欧盟的火车头啊，它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整合欧盟没办法用共同历史整合，因为德国本身就不在欧洲的主流历史的旋律里面。德国要到真的崛起，第一次可能是神圣罗马帝国吧。在神罗之前呢，其实这个日耳曼地区啊，根本就是蛮族所在地，因为欧洲主流历史在环地中海带啊，是以罗马为核心，不论东西罗马，所以395年东西罗马分治嘛，476年的西罗马灭亡，1453年东罗马灭亡，395之后整个欧洲再无统一，很多人想挑战统一，但一直都失败，所以欧洲的统一叙事是很弱的。在这个之上呢，你欧盟要整合，连个整个统一的历史都没有。德国就是因为很弱的叙事啊，导致呢致命的要点没办法用历史叙事去叙述欧盟的统一的重要性，因为德国在罗马时期根本就在罗马之外，因为罗马最北就统治到这个南德高原的地方啊，就今天的巴伐利亚，所以德国长期用的一个叙事是什么？就是用 DEI。Diversity, Equality, Identify 多元、平等、自我认同，所以他这个 DEI 啊，长期用下去，养出了一大批德国左派像。所以你看他来讨论中欧经济摩擦、保护主义风险、汽车供应链维护，解决了什么？什么都没解决，马上靠德国强而有力的民间企业。德国的汽车企业总是会自救嘛。德国车厂现在的它的总成系统啊，现在吉利、
汽车它做了非常多，所以吉利汽车去年窜上全球第10大车厂，就是系统整合的部分哦。所以德国其实是迭代升级，很大程度靠的是在中国市场透过合资、技术交流、技术转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升的。所以德国总理老实讲啊，默茨就是只是一个会念经的和尚。到了4月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区域性国家的这个外交活动，比较重要的非洲来了一个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那主要其实是因为对非洲的一个示范就照牌，讨论的是中非论坛下的基础设施农业合作，因为这个莫桑比克非常非常的落后，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个建设，这个阿联酋呢，阿布扎比皇储哈利德主权基金在华投资、新能源合作，还有包含的贸易问题，就是原油的出口，因为伊朗战争因为阿联酋跟东方交好的一个状况阿联酋其实相对沙特是更亲美的存在。然后呢，因为他把原油丢出来，他后来修了一条油管从阿曼湾这一侧出来，现在就是中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西班牙国王才来过，非常重要。第一个，桑切斯是在欧洲里面少数腰杆特别硬的他对以色列那简直就叫坚壁清野最早不给飞机机场的不给美国人转进去炸伊朗的也是他。西班牙跟匈牙利是在欧盟内2个一东一西拥有最多中国投资的国家，而且西班牙的潜力比匈牙利还要更好，因为西班牙的腹地更大，而且西班牙的政经形势比匈牙利来的更加稳定，人口也更多，加上它的整个工业底子基础也比匈牙利还要好，所以西班牙它开拓电动车市场、再生能源合作、对华贸易政策呢扮演协调角色，这个是西班牙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桑切斯来，其实对北京来说是有个巨大外交的一个成功西班牙跟中国的关系是真的是麻吉这个没得好说的。再来越共这个越共也很重要，越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这个也很奇葩，公安体系出来，越共公安体系出来，他曾经做过最猛的事情是亲自带队用匿名的方式化身跑去德国把他们一个越南的异议分子给抓回来，非法手段把人家抓回来。了吧？这个人非常剽悍从此之后呢，他被欧洲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对他来讲很尴尬，因为阮富仲那时候一直实现的叫做竹子外交，因为越南这个竹子外交就是建立独立自主外交，但是大家也知道，越南的国力根本就无法负荷什么竹子外交，越南最好的角色就是中国小弟嘛。抱歉，如果越南人我讲太直白真的有点粗暴因为韩国人懂四大主义，越南呢因为离北京太远所以基本上就不太四大，越南对内都称帝了，所以越南对中国向来是有点桀骜不驯，但是他又不直接战争，因为毕竟离得很远中国对越南的态度就是反正离得够远反正你就乖就好了你不乖反正我也当作没看到，所以越南的这个状态就比较特殊，所以越南对中国有一种怪怪的心结，你知道吗？跟韩国不一样，韩国虽然一直吹宇宙之国对不对，但是呢该跟的时候绝对不让，他们总有一套自圆其说的方法，也就是把区域重点给拉进来。莫桑比克呢是要对非洲来展示这个农业技术，这里还有一个重点，因为中国今年正式来实施对非洲54+1 53国的全项100%的进口免关税，也就是单方面100% FTA，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勇气的一个做法。美国也玩过，不过美国有个限额啦它有总额数量，但是中国呢也是用这样的开放的态度要想莫桑比克、阿联酋代表中东嘛，西班牙代表欧洲嘛，越南代表东南亚，所以它是节奏感的在往前推进，也就是我先把小分区给稳下来。塔吉克拉赫蒙主要聚焦中亚能源跟反恐安全。这个塔吉克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啦台湾叫塔吉克，大陆叫塔吉克斯坦塔吉克呢是中亚5国里面最小最穷地理环境最差，人口呢也算是相对最少。它还有一个状况，它跟中亚5国的其他4国也格格不入，为什么？因为它是波斯语国家，其他呢都是突厥语国家，这也有一个差异。但是塔吉克有个至关重要，因为塔吉克所占领的位置是世界屋脊中的屋脊，今天的克什米尔高原的主要的部分。克什米尔高原就是这一块，这个呢在地理结构上划分为3个国家中国、塔吉克斯坦还有阿富汗。阿富汗呢主要在瓦罕走廊，瓦罕走廊就是当年呢中土的真人或西土的真人进入到东土的时候，他都会经过这个瓦罕走廊。那今天呢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糟糕，所以塔吉克最大的问题是它跟中国大量接壤，但是呢位处内陆中的内陆非常非常的内陆。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交通边境线都在崇山峻岭之中那塔吉克斯坦来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塔吉克斯坦来签深化永
永久睦邻条约。大家知道，中亚作为整体是跟中国签有永久睦邻条约的，但塔吉克在加强永久睦邻条约，也就是塔吉克他想要做中国非常非常稳定的地缘上的邻居。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它呢虽然它的地形不好，但它有一个优势到哈萨克斯坦，你看土库曼如果穿过乌兹别克的话，从塔吉克进中国速度会更快。现在中吉乌铁路其实是绕过塔吉克的，中吉乌就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到乌兹别克塔什干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全球北京时刻？全球北京时刻的意思很简单也就是说，从一个外交大架构来说，北京是非常有序的在推进自己的全球外交进程。我们除了塔吉克之外呢，真正切入重点，以下4个每个都是今年最大的重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巴关系、中塞关系。中美关系我们谈的太多了，叫什么？叫中美定调所谓的 G2 的现实。当然，中美的 G2 不是什么条款、条约、框架，而是现实。这个定调之后呢，主要问题就是你看他后面所带的全部都是最顶级的商人，而且都有对接。另外呢，带来的人除了卢比奥为什么来？代表说中方要建构的是一个稳定的关系，所以叫做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嘛，没有伙伴，凭实力稳定。巴基斯坦来呢，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影片From the core of my heart, 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a visionary leader who has over these years made China as an world-class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second to none.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 a mini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中国模式走向全球，第一个就从巴铁开始，所以中巴之间不需要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它那个关系的稳固是事实的稳固，这是中国喜欢的外交模式。就是我不见得要跟你签一大堆，当然还是要签，该签的还是要签，但是中国的外交是很务实的，更重视的是实质上的外交。这跟以前中国的外交是不一样。以前中国刚有钱的时候，外交相对没那么有自信，很多时候会愿意在面子上增加一点点，但理智上亏一点。比如说08年次贷风暴的时候，美国呢给中国多一点世界地位，但是就是给 give you， 但是中国呢付出了相对多的钱财。但是现在的中国不一样，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它能不能成为，这是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巴基斯坦最近一系列的发挥确实是超乎了他们国家的载体巴基斯坦它这个宣示很重要，中国模式要向世界走出去，这是唯一可以处理巴基斯坦问题的。因为巴基斯坦面临的状况，少资源多人口，有一定的农业基础，但是呢现金存量不够，跟当年中国很像资源相对贫乏，因为中国人口太，中国不是没有资源，中国是世界最大产煤，然后中国的铁矿总出量也蛮高，但是都是贫铁矿。另外巴基斯坦这样的一个宣示，其实是它的访华要旨就是全面深化嘛，所以巴基斯坦访华要旨是什么？夯实这个关系，并且告诉印度，老子选边站了，别想动我。而且巴基斯坦跟美国关系非常好，所以巴基斯坦现在呈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的军方跟美国非常好，但它的军方用的是中式武器，上了有了沙特的金援支持，然后跟伊朗上面它有能陆路沟通，能够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关系，又可以共同打击俾路支斯坦的独立势力，所以巴基斯坦现在的状况相对稳定下来。另外呢，巴基斯坦最头痛的就是在这个边境地区山地地区就新都库什山山路地区，巴基斯坦塔利班直接跟阿富汗开战，所以压制这个巴塔，因为阿塔跟巴塔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嘛，毕竟系出同源都是塔利班，所以巴基斯坦现在状况好得多。那就剩他的政治领袖能不能够站得住脚。虽然是老资历的政治家族，但是也是很怕军事政变。比如说巴基斯坦之前的军头叫穆夏拉夫一干了30-40年不能跟军方做一个兼容的状况。那现在军方这个元帅相对来说没有以前穆夏拉夫那么野心，他还可以稳得住。如果透过这样调和顶戴跟中国良好的关系，中方当然也不希望你巴基斯坦是军人执政，他希望是一个比较运作良好的文人政府，那就形成一个平衡态度。军方得到军方在国家的特殊地位，文人政府呢能够
继续深化它比较正常的执政模式，你一直老是要叫军人执政，这个国家不会太正常。然后呢，两大家族又可以在这个总统跟总理之间做一定程度的平衡，那大概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三角形的时候，那巴基斯坦又有一个内部三角稳定，然后外部三角又可以跟沙特阿拉伯形成攻守同盟，又跟区域的工业生产大国，因为巴基斯坦有大量的工业产制品不是来自中国，是来自伊朗，因为巴基斯坦穷，这个稳住，中国再来给它加持一下，然后许予一个愿景，大家都有光明璀璨的前程。所以为什么就算吹好了，也得吹一个什么？巴基斯坦想要成为小中国，给你个愿景嘛，大家都有钱赚，不是很好吗？所以巴基斯坦自立国以来的混乱哦，难得出现了一个清明的时刻啊。那塞尔维亚来干嘛呢？来，我们看一下。Imaću veoma važne sastanke sa predstavnicima Evropske unije u kratkom vremenskom periodu. Prvo mi je bilo zabranjeno da tražim razgovore i da tražim dijalog sa Ruskom federacijom. Zamalo da mi zabrane da tražim dijalog i sa ljudima u našoj zemlji, iako sam to od početka tražio i insistirao na tome. Sad još da mi zabrane i sa Kinom, pa najbolje da mi naprave spisak, listu želja i s kim smijem, a s kim ne smijem da se sastajem. A šta će nam onda uopšte predsjednik? A šta će nam vlada? Šta će nam bilo koji bilo šta? Nek upravlja nekom mailom i faksom iz bilo kojeg centra moći i to je to. Ali Srbija je samostalna, suverena, nezavisna država i nastavit će da se ponaša u skladu sa svojim interesima。这就是塞尔维亚的问题。塞尔维亚最大的麻烦，欧洲人把对俄罗斯的敌意发泄在塞尔维亚身上，这就是整个最大的麻烦。再说一次，德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一个统一欧盟的叙事，因为塞尔维亚从语言、风俗、宗教、文字都跟俄罗斯太接近哦。你看它也是东正教，然后民风也是相对剽悍，跟俄罗斯很像，所以很难呐很难呐这就是无能狂怒的一种。塞尔维亚就在欧洲的边上，欧洲对塞尔维亚削弱到什么程度？传统历史上的塞尔维亚是包含波黑、黑山、北马其顿、克罗埃西亚，大概是这整块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塞尔维亚，除了斯洛维尼亚可算可不算之外，因为它确实受到意大利文化影响比较深，它已经是很拉丁化的南斯拉夫人。克罗地亚就克罗埃西亚跟塞尔维亚讲的语言，我们一般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是讲的是同一套语言，两种文字，因为宗教的关系，克罗地亚人信的是天主教，用的是拉丁字母，塞尔维亚用的是东正教，所以用的是希腊字母。波斯尼亚、赫塞哥维纳、波赫或波黑，波斯尼亚人是伊斯兰化的南斯拉夫人，他讲的语言其实跟克罗埃西亚、塞尔维亚人都通。黑山人蒙塔尼格洛讲的也是一样的同一套语言，所以他们都可以通统，就是有口音而已。马其顿稍微再偏远一点，因为马其顿受到希腊文化影响比较多一点。把塞尔维亚削弱到变内陆国家，他们还不满意啊。但是科索沃对塞尔维亚有一个很大的历史意义，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民族最早起家的地方，叫起家错。只是因为后来塞尔维亚民族呢获得了北边的，就是他今天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这里的更好、更宽阔的河谷地，所以呢，他们重要的民族就往北迁了，就离开了相对贫瘠狭小的科索沃。当然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人口在这边，但是南边的阿尔巴尼亚人就趁势迁入，形成的这里人口反而变阿尔巴尼亚人多数啊。塞尔维亚北部这一块啊，叫福伊福迪纳，有一部分的匈牙利人在这边也被搞成自治区。就一个塞尔维亚他妈已经够小的，北边福伊福迪纳，南边科索沃，而且科索沃实质上独立。但福伊福迪纳你说匈牙利人多吗？有，但也没在这主导啊，还是得让他做自治区啊。所以一个塞尔维亚都搞不清楚他这个国家怎么活下去，真难受。就削弱到这种程度，欧洲人还是对塞尔维亚不放心，塞尔维亚人必须勇士为奴，欧洲人心里面才会有点舒坦，是这个概念。所以塞尔维亚来干嘛呢？很简单，总结一下菲利普的说法，还有我自己的观察，两边从高层开始往社会民间全面性的深化，因为塞尔维亚这个领导阶层，塞尔维亚的精英阶层知道中国的好，要让塞尔维亚的老百姓也知道中国的好，所以这个深化跟深度是要把塞尔维亚给落地，这样才会形成一个有机关系。最大的问题跟麻烦跟中国关系基于历史，南斯拉夫联邦啊，当时南联被轰炸，中国大使馆被炸了，美国人说拿错地图地图忘记更新鬼扯淡。但是呢，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双方一个历史的交接点 ，but 这不能吃一辈子嘛，所以你一定要创造一些新的叙事、新的交流。这个新的叙事、新的交流，你就必须基于双边真正意义上的深化，要有更多菲利普。如果塞尔维亚有1000个菲利普、1万个菲利普，有100万个菲利普，那塞尔维亚跟中国关系肯定好得不得了嘛。这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因此这次来就是要做这件事，而且你要知道其实武契奇来中国非常多次了，从来没有过 state visit 国事访问。
这是第一次啊！而且武契奇的任期也即将到了。当然，武契奇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武契奇是从总理干起，总理干到总统，我认为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要怎么继续的延续他的政治生命，或者他会有个代理人，或怎么样去操作，这当然对于塞尔维亚国内政坛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有机的养分，继续的培养更多建基中塞关系稳固的这个历史的窗口就会被消磨掉，因为欧洲人是咄咄逼人的。前面塞尔维亚跟巴基斯坦反华的要旨，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更重要的中俄美。这次俄国来这边签了40几项协定，从中俄元首间共同签署的，我记得好像就7、8项，超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深化所有合作，尤其今年叫中俄教育年，这个就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特色。我如何跟你友善相处，不要只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国家跟国家之间不能谈感情吗？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就在讲这个嘛，他现在每天在跟美国人科普什么叫做朝贡模式的优秀，你不觉得很好笑吗？自由大陆为我辩经啊！西方的对冲基金的巨头，世界 top 1的人之一，然后美国最优秀的投资者，他天天给美国人上科普课。美国霸权体制不行啊！你不觉得这是世界太魔幻了吗？这个就是中美俄新秩序当中 G2 这个逻辑的概念是这样来，所以我讲这叫新天朝观嘛。其实新天朝观用北京的话语讲叫全球治理倡议，就是北京领导人自己提的，亲自提的。Number 1说的这个叫做既定的国策方向，这就是中美 G2 之下的现实状况。你美国来找我中国搞 G2 可以，我这次听懂了，我知道你要怎么样才能安心，所以16个高管逐桌对坐，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休息题的陷阱，我帮你解。那可是这个秩序有一个弱点，中国还不够强，这就是弱点。所以中国要找补，但这个找补啊，不是纯粹的找补，这个找补叫做背靠背，互相补。北京找的就是莫斯科啊，讲白了，中俄互相补，那这个就变成中俄跟美国的 G2 时刻。这个 G2 是中华号带上俄，不是找解不清，那么迅速、精准的一天搞定所有事情，那两边实在太好了嘛。而且为什么北京领导人要特别强调普丁来访华的次数，就是讲给你美国人听的嘛，这就是关键。美国虽然衰弱了，但它依然是超强。所以这个就是新的全球架构。看到最重要的叫做中俄教育年，要互派大量的留学生，还有互相增进彼此的参访，还有更重要的，这整个架构基础之下，在经济事务上面加强中俄的本币互换，扩大中俄的贸易流动的量，然后你紧接着你就看到了莫斯科现在在狂轰滥炸基辅，该决斗了，决斗之前要做好一切准备。为什么带上俄？因为俄也需要中。其实俄乌战争把俄罗斯打得精疲力竭，因为俄罗斯对抗的不是一个乌克兰，他对抗的是整个北约。即便美川普上来之后要支不支的，但是架不住欧洲人有钱啊。你觉得欧洲人穷，那是相对于以前他妈超级有钱的时候啊，他现在很有钱啊。所以我说欧洲人一口气一批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很多的分析师在那边说因为6月才会到账啊，所以乌克兰没有那么着急。傻了，这个概念就是什么？没有任何实务经验啊，躲在学术象牙塔里面讲的啦，都还不用拿到钱。为什么？已经有支付能力了嘛。乌克兰就欧洲批了那笔贷款之后，所有军武公司就把军武撒给他了。900亿贷款刚过，乌克兰就发动1000架无人机炸俄罗斯，两边就要死掐了嘛。而且呢，3兆多台币的一个欧洲的防卫基金批了1兆多给波兰，而且美国不是没有搞事哦，美国从德国撤了5000大兵啊，转手就丢到波兰去5000人，什么意思？美国也看到了中俄背靠背，所以也在给俄罗斯上强度。所以这一局啊，已经来到俄乌之战的赛末点了。这一局伊朗之战即将谈和，代表的是中国在伊朗的布局，或者个全球的局势，或者用美国人的说法，他不承认中国赢嘛，所以叫 China is winning by doing nothing 嘛，是美国人自己输了嘛，随便都可以。但不管怎么样，形式上伊朗这一局是中国即将赢得胜利，但俄乌这局不能再输了嘛，所以要决斗。这也是为什么普丁来了马上回去啊，要开干了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中俄教育年外显形式上是加强人员流动，但是人员的背后是金流。俄罗斯现在最缺什么？大量的人民币啊。俄国有的是什么？土地、资源、粮食，还有一部分的先进技术。最近俄国跟中国有一个技术上的交流。中国有一个技术在所有的工业门类里面相对比较弱，在俄国现在是世界上领先的是什么？涡轴。涡扇、涡桨、涡轴，航空发动机的3大类型。涡桨什么？螺旋桨飞机。涡扇就是我们讲那个大飞机的大引擎。当然还有一种叫涡喷，小引擎，喷射力很强的，战斗机在用的。涡扇、涡桨、涡轴、涡喷。涡轴是什么？涡轴是直升机，直线的，尤其是军用武装直升机中国到现在还在用直9为主力嘛。
直升机最重要的是机动性太好用了。这次俄罗斯来把压箱底拿出来了，过去都不敢给中国，怕中国学去嘛。这次真的是背靠背心连心，把直升机的技术都给拿出来，主要是那个引擎，因为直升机的材料、它的装配各种东西，其实中国掌握的还不够完全，尤其材料很麻烦，材料要试，要大量的经验积累，还要大量的飞行时数积累。苏联是调了一大堆直升机，直升机才变强的嘛，而且苏联直升机特别好用，因为苏联这个地方经常大雪封山的，当然后续会多深化不知道，但是交底交心了啦，所以我觉得中国也不会愧对于俄国啦，那就是呢要大量开放人流、物流、金流到俄罗斯去，所以你看到的直接结果就是莫斯科加强对基辅的攻击，因为要总决战，这个总决战会把全球新架构给夯实，也就是我们讲的 G2， 而这个 G2 是中括号加2 vs 美，但这个不是所谓的对决，不是敌我矛盾，中美之间只有存在竞争逻辑，敌我矛盾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中国拉着俄国的好处是对美国来讲，美国人拉不动俄国，但中国拉得动俄国，基本直接解了美国人的一个心患，美国人可以不用针对俄罗斯，因为他多了一道杠杆可以对俄国来进行，而且联中制苏、联中制俄，这个也是美国老国策嘛，所以我们讲到这里G2 的框架的决战点1，伊朗已经差不多了，这样剩几个点要解决啦。第一个，他们给了一个60天的一个和谈延长时间，所以基本上就摆不平，也不会再开打了。这个决定跟伊朗真实和谈的一个状况，具体呈现在几个现象里面。一个是纳坦雅胡跟川普大吵一架，因为以色列如果这时停止战争的话，纳坦雅胡分分钟要死。最近以色列的国会总共120席110席同意提早加速国会改选，国会改选就是那个要改选。纳坦雅胡把以色列所有叫得上牌面的政治势力全串在一起了，除了他的核心盟友，像是这个内阁成员10票之外，左派、右派、极端派、阿拉伯人派、克种派，啥全扯在一起了。这个以色列快发疯了。但是你要看川普在针对伊朗的一个和谈条件里面提出了一个叫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就是要让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扩及伊朗就是伊朗要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国打算不理以色列了，但是给以色列留一个好的框架，让以色列可以活下去。但是伊朗提出的条件，以色列现在吞不下。第一个，先让巴勒斯坦正常化，以色列就吞不下去了。第二个，你不准再打黎巴嫩，他到现在还在打黎巴嫩嘛，对不对？对啊。所以黎南有一个边境城镇叫朱拜特，已经变成中东第一雄关了，天天两边在那边打来打去，打了从上次黎南战争打到这次黎巴嫩战争还在打。俄罗斯必须在乌克兰的决战上面得到胜利，或者俄罗斯得被打败啊，总是要有死活，不可以再僵持下去，所以现在要尽全力把这场战给打完。所以我之前就说了嘛，俄乌之战的结果等待伊朗战争的结束作为开始，而伊朗现在和谈是讲真的，不然纳坦雅胡不用发那么大的脾气。再来，伊朗最近处决了美国人点名的伊坚，就在美伊和谈的时候他吊死，2天是把他吊死。伊朗已经在想战后治理问题嘛，战后7500亿的基础建设的损毁美元伊朗必然会经历过很严重的经济阵痛。伊朗赢得了战争，但社会满目疮痍，这是可能的状况。另外，伊朗的浓缩铀再加强的话，它可以作为武器，也可以作为发电的燃料。美国要伊朗断绝浓缩铀的生产，伊朗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对美国有 PTSD 啊。伊朗核协议 1.0， 伊朗满心鼓舞，川普上来直接退出，伊朗能被当傻逼啊，所以伊朗不可能在这个上面妥协。但是部分交出或是怎么去弄，给川普有个台阶下，因为川普现在打伊朗的最大理由就是伊朗人拿原子弹在威胁美国人，所以你不能永和，所以这个总要交代。那怎么交代？这个桥整体来讲，彼此都给足了空间继续和谈，而且有个关键伊朗打从停战开始不断在回血，因为伊朗有完整的军工能力。我就讲了嘛，中国是工业克苏鲁嘛，伊朗至少是工业八爪鱼嘛，它的地下生产各种生产转移都很齐全，所以伊朗现在它的武器又在增加。伊朗跟美国能够和谈的基础是什么？美国远远强于伊朗，伊朗没办法消灭美国，这怎么和谈？这怎么看都知道美国要把伊朗干死，他才能够和谈。但是他的做法是此消彼长，也就是伊朗正在对这个地方掌控力衰弱。伊朗战争的结局是决定俄乌战争的结局，而且俄乌战争在等伊朗战争结局嘛，现在还没完全定，俄乌开始就掐起来了。26年就是在定这个架构，所以全球的势力、全球的架构定下来。这个 G2 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冷战斗争，不是意识形态的争执，而是两大强权凭借着各自体系，互相无法打败对方，也互相无法战胜对方，在一个僵持的情态之下，避免两方过度消耗，而导致两败俱伤，基于现实形势重新再调整，所以透过搭建高强度的双边关系来做全世界局势的一个 control， 这叫
中美共论天下，每件事都要讨论，所以中美接下来元首互访、部长互访，各种热线会一大堆，看都看不完。在那边瞧事情，因为每件事都要瞧，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更大的架构机制，它就是完全仰赖北京跟华盛顿中间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实体国家对这种架构最头疼？原本的中美地缘冲突带国家，因为他们原本在冲突当中，他们本来就常常这边战那边战，但他们现在因为这个所谓的中美 G2 架构，它是靠元首会谈在驱动啊，秘密只在北京里，秘密只在华府里，你没有任何趋势可以抓，你知道吗？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才会满世界到处鸡飞狗跳，日台非新加坡这几个现在突然脑塞啊，怎么办？到底要去哪里？因为永远不知道，你不知道中美元首什么时候谈出新东西嘛，你很难决定嘛。还有2个大地区或国家，另外一个是印度的迷航，还有欧洲的自我混乱，所以这里就是 all in 日台非加一个新，现在里面最困惑的地方。不过新加坡还是占了一点小优势，因为毕竟新加坡第一个离中国比较远，它在 ASEAN 里面还是被保护的比较好。新加坡的崛起靠的是全球海权，这个时候全球海权突然中美共论的时候，它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它卡住了。但是为什么李光耀、李显龙能够抓得很好？因为李光耀、李显龙始终知道不能低估中国。李光耀个人跟小蒋跟大陆的总设计师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呢，秩序未定区的冲突啊，只会越加激烈，而且会从外部冲突转向内部斗争。这从一个大格局来看，逻辑就是这样。日本不是也是一样吗？但是因为高市早苗刚刚大胜利，因为日本最大问题是在野党是废物，所以在野党啥屁都做不了，所以日本呢现在就脑内冲突嘛，派了一团想要跟中国拉拢，希望在年底的时候可以中日元首会谈，这不是脑袋撞门去死吗？中韩元首会谈在韩国釜山之后，马上接着就到北京了嘛，1月就开始了嘛。那为什么人家李在明见得到，你高市早苗见不到啊？所以日本现在是怎样？他们有一个强大的在野党，所以他脑内冲突了，又要反中又要亲中，脑袋发疯，就这种概念。内部的对冲会更加的激烈。印度是现在自己内部就打得稀里哗啦的，我们就别理他了，因为印度对自己的定位完全搞不清楚。莫迪的叙事就是世界两极，我中间摇摆，榨取利益。但问题现在中美 G2 之后没有世界两极了，只有中美共论天下，这叫什么？世界两居共论天下，没有两极，只有两居，完了。所以印度现在迷航了，那欧洲更是，因为欧洲本来就是跟着美国拜嘛，然后德国就躲在里面爽嘛。现在美国不想让你爽了，现在欧洲现在很尴尬，以前叫做安全事务听美国，经济事务赚美国。现在问题是人家美国不给你赚钱啊，安全也不想帮你啊，所以现在欧洲人发疯了，各种精神分裂，各种乱。这个就是秩序未定区所有遇到的冲突性，它都是可以从这个框架去做一个叙事，这是我构建出来的东西，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很大的参考。中美从竞争对决走向合作竞争，因为有中国的实力，而具体客观的情况是美国的全球霸权的退后，而这个时候缺的那一块重要的拼图是俄国的资源优势，而它需要重整旗鼓，所以中俄相加，那还缺一角。而这个时候安全叙事让巴基斯坦把沙特跟伊朗给整合了进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中美共论天下的基本样态。最难调整整合的整个亚洲大陆进到新一轮的大秩序框架里面，可以各安其分。变数在印度、以色列，但是掀不起多大的波浪，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变数点，包含什么？迷航的印度可能即将进入反省周期的以色列，反省周期不是说他们真的多反省啊，是他们要把内塔尼亚胡拿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冲撞整个在地缘前线疯狂拉扯内耗的日台非，再加上一个新加坡，以及正在风中凌乱的欧洲，就是现在所看到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正待起飞的非洲，以及避免成为痉挛的拉美地区。所以大家都有一个新的秩序。这里面最辛苦的其实是拉美，因为美国这样子玩拉美会非常辛苦。拉美要如何抵抗成为痉挛，会是这个中美共论天下接下来下一波非常重要的焦点，但是不是现在立刻马上，因为中国也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个新的全球的架构，这个新天朝观的建构，它需要时间去夯实去落实。所以为什么不急于处理两岸问题？两岸只要有自己的内部理路拉拢确认，不要出生幺蛾子，北京愿意给的是时间。这也是为什么郑主席的北京会谈非常非常高的含金量。